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恭喜肖战和杨紫再次获得荣誉，金质异常高。8月22日晚，腾讯消息称，今年主要部分的业务发展补助金有效记录在颈椎上。冠军名单中，杨紫和肖战主演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有效地获得了一个名额。同时，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作为开年主要获奖影视作品，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肖战的《陈情令》此前也曾获此殊荣。自从他再次获得荣誉后，粉丝们在评论区为他加油。您应该意识到，这笔赠款是由腾讯办公厅选择的，可以说是解决腾讯内部最值得注意的区别。所以，这个赠金的金质也是可以验证的，完全够高的。此外，杨紫在这2年也获得了资助，她的不少典范作品，如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亲爱的爱人》《火之传奇》等，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两人再次牵手拿下腾讯业务突破奖，应该算是一个强项吧。肖战和杨紫作为新时代的了不起的艺人，能有如此大的成绩，着实令人振奋。两人合拍的《余生》从上一期到传音，名气从来没有少过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第2轮传音，可见其品质无疑是普遍优秀的。相信两人的职业会越来越好，会赢得更多的荣誉，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作品。总而言之，你最喜欢杨紫和肖战的哪部好作品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02，他的演技停止了，节目被重演了。杨紫是如何变身红货男主的？杨紫1992年在北京被带入世界，是北京人，性格开朗活泼。她在戏外被称为男主的兄妹，在分流圈中名声大噪。介绍时间还早，2002年，她开始在老乐团的正宗深奥节目《孝庄秘史》中崭露头角。之后，杨紫出演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，夏雪饰演的这个人深受年轻人的喜爱，一点一滴地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2014年，杨紫出演高级进步神剧《长沙之战》，获得高评价。在剧中的战乱之时，杨紫演绎出一首气势磅礴的家国情怀。从清纯的小姐姐到一线急诊室的医护高超，消耗的能量和坚实的撑起天空，众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杨紫的发展。2016年，出演都市职场女性剧《致敬欢乐》，剧中杨紫饰演邱莹莹。她虚荣、虚弱、可怕，演得不好不难被骂，杨紫却凭借这部剧入选了第29届中国卫视金鹰奖观众第1艺人、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。一路上，杨紫凭借自己的团结和演技，在综艺圈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尽管如此，她个人还是很矛盾的。虽然她说她意识到自己不够出色，无法依靠自己的演技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，但她调整了自己进入知名符号节目的门槛，而她由此产生的职业计划更加深不可测。事实上，小花的很大一部分流量都在努力从流量走向真正的秀场。就在大家都觉得杨紫打算走演艺这条路的时候，没想到她做出了一个体面的尝试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象征，进不去是不合理的。她的领域，第一场大滑铁卢变成了诛仙青云志。那个时候，目标市场现在已经不太买这个绝世奇葩的陆雪琪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于2018年接手了大型仙人历史木偶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的拍摄，坚持扮演绝世奇葩的角色，却在蜜香中有效地成长为圆润。2019年，主演少儿励志偶像剧《亲爱的爱你》，剧中饰演宅女，因长相一脸懵逼，但播出后却引起不少人的兴趣。杨紫的剧连续爆完，有效进入偶像现场观众圈。但随着杨紫主演的大型神仙历史木偶剧《沉香如屑》的最新上映重演，缺戏的话题开始风靡。该剧自7月20日开播以来，最大的圈外梗就是男主一直在吹口哨。完整的剧情老套，没有亮点，蒙眼、背刺、万米跳台、三命，就像口香糖一样，虽然还是口香糖，却早已无味。早在2019年停拍的时候，杨紫接手《青簪记》的拍摄，
就出现了二次元滑铁卢。他最擅长的是以追大片客为主，现在已经不在意了演员的表演能力是多么糟糕。荒唐的操作变成了通过央视的方式点名批评。据称是杨紫转型之作的《女心理学家》可能会在2021年开播，但这部剧实在是太不接地气了，接踵而至的是恶评如潮。极少数的猛批也是在夸大剧本的概念，改造失败。此后，通过目标市场的方式，杨紫出现的标签一直被迷惑。杨紫建好个人工作室后，又推出了全新剧集《长相思》，这也是一部童话历史木偶剧，高雅的人神魔之间的终生爱情。重复的剧情，重复的玩法，目标市场的审美疲劳，演员的演技停滞，3年5口的老剧，杨紫应该找到转型的正确方式。03，多亏了杨紫的东风，原本有差不多要退圈的念头的张睿随后火了起来，有可能变成晚了11年。沉香如屑大结局发生在燕丹被抓后，渡过野王河。几千年前，他每天都在冰上漫步。只是因为心中对缘的深爱，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跨出去了。可1000年后，他冷着一张脸，劝自己忘掉，减少爱情和爱情。自从颜丹恢复记忆后，他和应元的追求就陷入了无用的状态。应元长期是皇帝，不能臣服不寻常的人，但他最需要的是应元应该自己挑出来。在爱情中，你越是慢性，你可能受到的伤害就越深。好在玉墨早早地跳出了圈子，从天上到人间，他对燕丹的爱变成了藏在心里。虽然他对她变成了优秀，但燕丹的观念却变成了友情。或许这就是于墨最大的魅力吧。他变成了平时唯一一个坚持守护的人，而在独特的一书里，他变成了男主。颜丹受了伤，勇敢地追求爱情。剧中，颜丹深爱应远，因此纵容横空出世。玉墨的人设不错，剧中张睿和杨紫2位演员的互动也很甜蜜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2人在独特的文字中演绎出悠悠慢跑的水的惬意与惬意，相互成就，引来不少来自于墨和颜丹的混血狂热分子。鱼和莲花最初是一对，杨紫和张睿在前期完成了满意的敌人，后期元素来了。张睿翻译悲伤，玉墨是居于新崖的古人遗物。颜丹知之甚少，在他变成人形之前，他还称他为摸黑鱼。等到自己的亲人圈子上岸后，呼唤变成了选择，与黑图3个大字已经被剧笔定了下来。如果不是玉墨误会，这种脏话绝对是属于他的。我在内心注视着你，丽水100年，还你给我打过电话。在独特的文字中，鱼和莲花是一对。虽然在剧中修改了部分剧情，但杨紫和张睿，不管是不是天界里的戏，还是表现在凡间的欢笑，一句主公怜卿，在山间活得好生自在。从颜淡的视角来看，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于墨爱他有多深，而这恰恰好就是于墨这个角色的吸粉点，也是张睿演技的高光。在出位人形之后，他是有些懵懵的状态，颜淡问他姓名，他微微嘟着嘴，头一歪，满是可怜回应，我还没有名字。在凡间寻找颜淡救900年无果时，即便是坐上了山主之位，他也没有丝毫的开心。直到颜淡化身白漂亮来到他身边，在接住颜淡的那一瞬间，看到他的脸，于墨的严厉的光瞬的就被点燃了，嘴角不自觉勾起来。2个细节把在欲心上人的欣喜表现到位。自此，他看颜淡的眼神便全是眷恋。前期与雨莲有多甜，后期就有多虐。颜淡历经了天上地下2世，不愿再跟唐周有瓜葛，竟也要抛弃于墨而去。当他把自己留给于墨的印记抹去时，后者是崩溃的。他不可置信地拉开袖子，发现自己手腕上真无印记后，顿了1秒，而后将瞳孔缓慢往上抬，在与颜淡达成一条线之后，顺地睁大双眼，上半身抑制不住往前凑，质问颜淡凭什么要抹去。虽是怨气，但语气却十分委屈。在确定颜淡心意已决之后，于墨纵然想控制住自己，但这眼泪却滑落，一点一点划过鼻尖。红着眼眶，于墨紧蹙着眉头，是不甘心，也是悔恨，连做跟班的可能都没有了。当大雨倾盆，
于墨一个人如丧尸灵魂般在街上走时，存在于这个角色身上的易碎感就出来了。张睿诠释痛心的能力，一如他数年前借杨子的东风。沉寂时间长达11年的他，终于是再有一部作品评分人数破万了。沉香如屑评分人数30万，张睿努力被看到，曾想过退圈，心路太催泪。大家认识张睿，估计大多是从《还珠格格》开始的。11年前新版上线，他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勇奇，是理着半光头造型，也抵挡不住少年气的俊俏新人，是眼里总闪着光亮的人间小鹿。在11年前，《还珠格格》的评分人数就达到了3万之多，有争议也有看点，算得上是张睿的高光时刻。在那之后，他也源源不断地为影视剧市场输送好的作品，但可惜的是，他总是以配角出镜，而那些剧目火的也不是他。这么多年了，沉香如屑一部剧的评分人数30万，都抵得上他之前参演的所有了。大火之后默默无闻了那么久，张睿的心态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稳。在那些看不到出路的日子里，他也曾想过要放弃演员这一行了，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且得到了于墨这个机会。虽然这个机遇迟到了11年，但过了30岁再翻红，肯定不算老。那么就期盼张睿能在演员这条路上越来越顺利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